那首先我们还是把葡萄牙的政策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葡萄牙来说，它分成2大类签证，一类签证是黄金签证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投资移民这种签证；另外一类签证就是 D 类的签证。D 类签证就是好多类别，那我觉得我就可以分别把2个类别都简单讲一下。大概就是 D 类签证，我们需要熟悉的是第1、第2、第3，还有第7和第9签证这5个类别。第1、第2、第3，其实这个签证我认为是对企业出还是蛮重要的。第1类就相当于说对一些劳工技能人的一些，你拿到 offer 给你签证；第2相当于说自主创业的一个签证；第3对一些高技能人士的一个签证。我是蛮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想企业出海吧，你想派很多人，他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第1、第2、第3的方式来到那个葡萄牙，所以这种企业出海至少可以解决一个人员合规落地的问题。我觉得对中国企业出海特别重要的一个类别。葡萄牙的第7和第9签证是个非常神奇的2个签证。我先介绍一下简单情况，再告诉大家为什么这2个签证比较神奇。他们第一个就是说第7签证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盈利签证，相当于说它是那种退休签证吧，你也可以这么称为。你只要证明你每个月有1万块钱的被动收入，你就可以申请，不能是工资。这是第1类的第7签证。第9签证就是那种数字游民签证，这个签证你需要证明你的税后收入有大概3万，你就可以申请，就是数字游民签证。所以你就想一下第7类和第9类这类钱，一个是如果你有被动收入1万，月收入1万，你可以申请；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有主动收入，工资收入有3万，你也可以申请。在这个维度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2个签证非常神奇。我们所有的数字游民签证和这个非盈利签证，在各个国家里边，你都是不能在当地找工作的。那退休签证，你当然你就退休生活；非盈利也是一样，不能找工作。数字游民你也不能在当地找工作，你只能为你原来的雇主工作。但是神奇的葡萄牙法律上是有漏洞的，如果你申请第7和第9签证，你是可以在当地找工作的，然后5年后你也能成为永居。所以这是一个第7和第9签证特别神奇的地方。这就是整个D类签证。再往下我们就要回到黄金签证了。现在的黄金签证变了很多，但现在主流的黄金签证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就是说50万购买基金，这样每年住7天就可以了。这个基金稍微的注意一下，因为现在市场上各种基金都有，所以就看大家，反正如果你有很好的这种，你是那种 qualified investor， 你确实懂投资，也可以自己多选；如果不懂投资，稍微谨慎一些。这里你倒可以看一下的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环球出国的这个基金产品跟同行都不太一样。我们环球出国的葡萄牙基金产品全是公募基金，所以就超级的透明，而且你哪一天都可以卖掉，监管比较严格，透明度高一些，合规度高一些，大家风险都小一点点，看它回报率都是蛮高的。据我所知，市场上应该好像就我们环球出国销售的是这个公募基金，其他都是私募基金了。第2种葡萄牙的方式，反正变成了这个捐款的方式，因为葡萄牙有个投资捐款，它是25万。但如果是低密度地区的话，可以是20万欧。所以另一种方式说，如果你不愿意花50万的去投资基金，你也可以把20万直接捐到它的一些慈善项目上。捐掉之后，你也可以拿到葡萄牙的黄金签证身份。所以我觉得，你如果不能在葡萄牙住，你想拿到一个身份会比较轻松，那我就会建议说，你可以考虑一下50万购买基金的方式，或者说20万捐款的一个方式。我觉得这2种方式都是可以拿到身份，但是你不用住移民监。每年就是住7天，但如果说你确实打算去葡萄牙住，我会优先考虑说你在D类签证里边去找。如果说企业级，你可以在第1、第2、第3里边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整个企业中国的所有员工也许都可以过来。那如果你是个人，就可以考虑一下第7和第9签证。第7的门槛非常低了，你只要有1万的被动收入就可以了。第9的签证是要求你的主动收入是3万人民币，每个月的收入是3万人民币，也是可以申请的。西班牙的移民呢，其实比我们想的要简单。它的一个主要移民政策就是2类移民，一类是非盈利移民，另外一类是数字游民签证，就是这两类，没有太复杂别的。然后关于非盈利签证的话，你可以特别简单的技巧，就如果你大概有100万的存款，你是有可能申请的。当然具体细节就是蛮多了，比如说如果你是2个人申请、3个人申请的就会多一些。你只要证明100万的存款，就可以申请这个非盈利。然后下一个数字是什么呢？2.3万。如果你的每月的税后收入有2.3万。那你是可以考虑申请那个数字游民签证的，这个需要是主动收入啊，工资收入每个月有2.3万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考虑去个数字游民签证。这2个移民的费用都是非常低的。如果你不太了解移民政策，你想初步判断一下你是不是可以来西班牙呢？你可以从这2个条件简单的判断一下。那你说如果2个条件都不能达到怎么办呢？你还可以来上学啊，就是做西班牙菜的一个职业学校。西班牙这个学签竟然可以每周能工作30小时，然后你毕业之后的话，他给你一个1年的找工作签证，找到工作就可以留下来了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来西班牙，大概就是把这3类记住就可以了。所以这就是西班牙一个简单的移民政策介绍。非盈利呢，你需要100万存款，证明有100万存款就可以了。然后数字游民呢，你需要证明你每个月有2.3万的税后收入就可以了。然后如果实在不行，你就来上学吧，来咱们一块做点西班牙菜。我觉得就以一技之长还能找到工作，学习期间每个月竟然还能打工30小时，我是觉得算蛮不错的一个地方了。意大利移民，我觉得可以把它分成3类移民。第1类移民呢，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数字游民签证 Nomad Visa 这类的话，简单的说呢，如果你能证明你有一个2.8万欧的收入，2.8万欧大概月收入应该是8万左右吧。
你的所在的工作单位可以给你出一个证明信，说他同意你申请 Roma Visa， 同意你在意大利就这种 remote 工作这种工作方式你就可以去申请，那你就能拿到个1年签证，你就1年续签嘛，一直在这个意大利待着。我觉得这种方式蛮适合一些白领、青领，我觉得都可以啊。如果你的工作确实不用说你必须住在哪个地方，那你就申请这种数字游民签证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那如果说你要是比如说工资不够这么高，或者说你的雇主不方便出证明信的时候，那你也可以考虑另外一种移民，叫非盈利移民，或者叫经济独立移民。简单的说呢，你需要证明你的每年的被动收入有3.1万欧，差不多你算下人民币2.5万吧，差不多金额。你就要证明你一年的收入有3.1万的被动收入，被动收入就包括比如像房租，不能是工资。如果你是被动收入，就各方面能一年超过3.1万欧的话，比一个人3.1万欧，但全家会稍微多一点点。这个金额你也可以申请这个非盈利签证。另外一类移民方式呢，意大利它也有所谓的黄金签证，它也是个投资移民方式，它的投资大概是有3种形式，但普遍大家都会在前2种啊。第一种就是说你25万投到一个初创的一个这种类似像高科技企业一样，投25万欧。第二种是说呢，你投50万欧，就是投到一个意大利的企业里边。当然这个50万欧，很多人就干脆就买意大利的上市公司股票，你类似像法拉利这种公司啊、普拉达呀，其实蛮多的，你可以买他们的这种股票就可以了。第3种就是捐款100万，第4种是买国债是200万。那我觉得这些大家应该都很少用了，主要就是集中在前2种。意大利的投资移民稍微有一些特殊的地方，它是先批复再投资，所以说你可以先递交申请，他给你个预批准信了，说啊你已经没问题了，你再去投资，就这点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嘛。希腊呢也跟所有的南欧国家一样，它也分非盈利签证和数字移民签证，但它好处是这2个项目的条件是一模一样，都是每个月3.5万欧，你换算人民币大概就是每个月收入2.9万，你就可以申请这2个项目了。那当然这样项目的区别就是说，非盈利签证这个2.9万呢，你这个2.9万需要是被动收入，就相当于说房租啊、养老金啊、退休金啊、投资收入啊都可以，反正你的被动收入每个月能到2.9万，你能证明了，你就可以申请非盈利签证。但如果说你的主动收入是2.9万，你就可以申请数字游民签证。但这个2.9万是税后的，你需要说税后你的工资收入是达到2.9万，你就可以申请数字游民签证。所以这是一个希腊的前2类签证啊。反正简单的你就可以这么理解，如果你每个月有2.9万的被动收入，申请非盈利；如果你每个月有2.9万的主动收入，就工资收入，你可以申请就数字游民签证。非盈利和数字游民签证都必须住的，也就是说你必须受移民监的一个限制。但如果说你有更多资产，你可以办理后2类的存款或者购房移民，这样你住不住是无所谓的，就没有移民监的限制了。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腊的存款项目。希腊存款是个挺好项目，你就存50万欧就可以了。也就是如果你有海外资产，你要放哪里，那你就办希腊存款嘛，白拿一个身份白不要。最后一大类呢，在中国比较流行的这种购房移民啊，当然现在大家只能购房这种商业的这种商改房了，以及说是一些文物修复的一些房产是25万欧，这是主流的一个市场。当然你要在一些更好的区域的话，你买80万欧的120平以上的大房子了，在有些中间区域你还能买40万的房子，但现在主流市场都是买25万欧的房子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所以这就是希腊的移民的一个介绍。